I've got an itch I can't scratch, I'm missing a piece that completes a whole part of me, an open wound scar to see. Everybody come here, gather round, welcome to the freak show, the best in town. What the hell's wrong with me? I don't get along with anybody, honestly. I've been living in my own head, constantly thoughts jumbled round, think I need a new lobotomy. Wait.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赵世界什么都聊。我们延续了上一堂课程关于这个图形思考的教学部分。那么我们在上一期的课程当中有提到，我们也用这个桃太郎的故事来作为一个开篇。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讲七大图形的一些基础的运用部分。首先在展开今天七大图形的一些基础运用的同时，我想让大家来先熟悉几个符号。第一个，这个矩形大家都知道方形啊、长方形这属于矩形类的大家可以认识一下这个矩形。第二个是圆形，那么第三个是三角形。再来底下有一个双向箭头这个箭头部分的应用以后在图形设计里面也会大量的用到。那再来就是跟关系有关系的这个线，把它串在一起的这种方式。好，那今天这5个图形呢，大家一定务必要先把它了解下来。其实图形是由一定特定形状的元素来组成的，那当然它表现的形式也比较有限因此呢，我们在理解特定的内容的时候，就会相应的去利用特定的图形来思考问题，所以由此我们就会产生所谓的理解模型。其实我们通过图形可以实现2种简化就简单化的简化。第一呢，整个思考过程本身会被简化。第二个，图形由简单的元素构成，就变成没有成语了，对吧？其实我们没有必要一开始就画一些复杂的图形，而是可以从这种特定的角度去展开思考。好，那等一下老师会来讲讲关于七大图形的思考方式所以我挑选的方式都是有助于理解事物，而且使用频率比较高特定的7类图形，当然还会有更多啦，慢慢你会延伸出属于你自己的图形工具来。那使用这些图形在工作当中你会达到什么效果？老师大概也简单的整理一下。首先你会让你脑海当中混乱的思维变得更加清晰。第二个，你在会议跟商谈当中你就能够掌握主导权第三个，你可以快速的去传达一些你想传达的要点。第四个，你可以完成一个高质量的演讲。第五，其他可能还会完成其他的东西，你慢慢去体会吧。其实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你的工作会变得这么轻松了，工作效率跟质量也会大幅提高所以在你的脑海当中加载的这7个图形，来为我们作为后续课程的一些必要的部分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7大图形的部分那么7大图形的第一个图形，我们老师给它称之为交换图就相互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我们称之为交换图我们把这个图形拉下来现在老师用的是 PowerPoint， 那以后老师还会再介绍其他工具来。那假设我们现在把它拉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关系，的厘清交换图首先它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掌握人物、金钱流向、关系流向等等，当然也能够快速的掌握一些商业模式的应用或者其他的应用。那比如公司跟员工之间会有产生什么关系？当然员工向公司提供了时间，对吧？老师把它放大干嘛？老师来重新画好了。我们用 PowerPoint 我们重新来画一遍，快速来画一遍，其实很简单。首先我们先把2个人物先拉出来，2个对象。第一个对象是谁？员工嘛第一个对象是员工，老师把它换个颜色OK， 这样大家可能看得会比较清晰一点。把这个字体放粗一点那第二个对象是谁？公司嘛，对吧 ？OK， 好，再来，我们首先来一个一个看首先第一个，员工能够给公司提供什么？提供了他的时间跟他的能力。
来作为一个报酬的换取，对不对？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好，第二个部分，公司得到了一个员工的能力跟时间以外，那么公司应该给予什么？应该给予一份报酬，对不对？或者给他一个升迁的机会，或者未来成为老板的机会等等。这就是所谓的交换图，也就是所谓的关联部分啊。好，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树状图的部分。其实树状图最主要的目的是来帮助我们去整理一些层级关系，还有一些分布关系啊。那刚才老师是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句型，还有这个箭头把它画出来的。老师在这里要快速的教大家怎么使用 PowerPoint， 会让你更快速的去运用。我们可以在这里插入一个 SMART 这样的一个句型哈。那我们刚刚现在要讲层级结构，对不对？其实它很方便，你看啊。好，我们发现有没有出现了一个层级结构出来了？好，一个快速的层级结构，旁边是一个文本的间接方式，有没有看到？啊，那假设我们来做一个应用哈，我们来整理一下这个分布关系。按一个公司的组织架构来看的话，应该是董事局，对不对？这个董事局很重要的，对吧？好，那么董事局里面有一个啥？董秘。还有一个侧向关系，有没有发现 ？OK， 或者总经理也可以哈，一样的道理。那么底下我们可能就会分一些部门跟部门经理出来，对吧？这个是讲职务的部分，不是一个部门结构哈。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层级来讲哈。那总经理底下会有什么？会有各部门的总监，比如说市场总监，对吧？好 ，OK。那么比如说会有研发总监。好吧，技术总监可能会有财务总监没有发现它很快速的能够帮助我们去整理什么？整理一个层级的关系出来。当然，你可以用在其他的方式去思考。这应该是董事长因为他是以这个人物的职称为主，不是以部门那我们能不能把它做成部门？当然也可以啊，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什么 ？OK， 董事局，对吧？这里是什么？总经理办公室，可以吧 ？OK， 那这里是什么？市场中心或者市场部，好，市场部吧。好，那研发部，对不对？好，财务部，这个部好，这样是不是很快速的，我们就可以理解整个树状图的一个使用？很方便，对不对？你就不需要再一个图一个图再去画。那今天老师暂时先用 PowerPoint 的工具来教大家使用，这个可能大家用的会比较多。好，那么后续老师也会再教大家使用其他比较专业的思维导图工具，好吧？好，那么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认识的图形，叫树状图。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第三个我们一般俗称叫深挖图。主要是用来作为什么？作为一些问题的分解，或者是一些信息解析，或者其他的分析类的这样的一种图表我们我们称它为深挖图，就是一层一层往下挖的意思。好，那一样我们也可以使用 SMART， 对吧 ？OK， 好，那深挖图的部分我们要来看一下哪里有深挖图。好，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个深挖图在层次结构这里。其实 SMART 里面已经帮你分好了列表、流程、循环、关系、矩阵或者是零锥图，也就是俗称的金字塔。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到先来看一下这个深挖图。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玩这个深挖图的部分。假设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简单的案例分析吧我们就拿什么呢？好，拿市场的销售产品来看好了。OK， 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商品。我们来看这个商品的销售，好吧？我们来深挖它的销售。那么商品我们要分为什么？我们先了解说市场的情况，对不对？好，那我们要聊生产情况，对吧？假设今天我们在谈判，我们是不是很快速就可以写下来，或者在开会也能快速的写下来？
好，那我们假设说今天的这个市场情况，一般般吧，那么就是50%的接受率啊，市场反映说颜色不好看，好吧，我们来深挖一下，颜色不好看。好，还有什么呢？价格太高。好，假设我们现在市场上反映的这2个问题，那么生产情况现在目前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哈，生产情况目前颜色好不好修改？可以修改的 ，OK。那价格太高是属于谁的问题呢？定价问题。那定价问题从成本的上面就要重新进行什么？成本测算。也就是我们在工厂生产经常在讲的一个名词叫泵表的重新罗列跟计算，就成本表部分。OK， 那这样子是不是很容易可以一直延续下去？但是老师今天做的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比喻啦哈。这个颜色是不是不太清晰？老师来换个白色的吧。好，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可以一层一层的往下挖，对不对？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颜色不好看，怎么办呢？我来下一集哈，降级一下 ，OK， 那就到这里了哈。颜色不好看，可以换成什么？红色，对不对？红色或者是白色，老师感觉还不错，或者紫色，是不是可以一层一层往下一直挖，对吧？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一层一层往下挖了，这就是所谓的深挖图，好吧？这个图形的基本掌握一定要知道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图表，下一个图表在学术上我一般叫做比较图，或者是把它称之为象限图。老师有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比较啊，你看它是2个十字箭头，有没有看到？其实在图形里面在我们的 PowerPoint 的图形里面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十方形，就是十字形的这个箭头，看到？你说奇怪，为什么才能把它画成一样呢？其实很简单，它有一个黄色点点，是让你用来缩小它的一些东西的哈。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箭头的这个宽度，我们把它缩小一下，我看到缩小了吧 ？OK， 我们把这个里面也缩小一下，好，那这个是不是出来了？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缩小一下或者放大一下，有没有看到？好，那这个象限图它就出来了，对不对？老师把它做成一个完整的吧。好，老师这边有一个简单的比喻。OK， 好，那个4个象限，也就是 XY 的概念哈。假设我们的 X 轴指的是行或不行，指的是我的概念哈。那么左手边我们可以设定它为我不行，那么右手边的 X 轴我们可以把它设定我行。好啦，再来就是你的问题了哈，我已经解释完了。那你呢？上面的 Y 向上的我们把它称之为你行，下面我们把它称之为你不行，好吧？那这样4个象限是不是出现了？所以我们在从这个中间可以发现到，第一个象限这里指的是什么？你行，我也行。有没有发现第一个像素右上角的这个第一个象限？那第2个象限讲什么呢？我行，你不行。这样是不是可以很快速的进行比较？那第3象限呢？你不行，我也不行，是不是？第4象限是你行，我不行。好，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分辨其他的事物啦。这个后面老师也会专门开这个象限图来讲更详细的一些数据比较的部分。好，那么老师今天用这张图只是想来大概的告诉你，比较图跟象限图的使用方式大概是用在于这个比较方面，好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图形是什么？下一个图形我们称之为流程图，我们把它称之为流程图。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淘汰行里面也有用到这个流程图，对吧？好 ，OK， 那我们来用一下 Smart。其实 Smart 里面有很多图表，真的是非常好用你们可以尝试看看。老师来换一个不一样的箭头的呈现方式好了。好，这是一个流程图，有没有看到一个箭头往右表示它的开始。那当然，除了这种流程图以外，还有很多现在的一些思维导图的工具，也会有类似这样的流程图的图像表。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的鱼骨图，也是从这个流程图延伸出来的一些象形图。好，假设我们来做第一个流程分析，我们要创建一家公司，好不好？那首先创建一家公司要有什么？我们要招募股东，对吧？我们要先招募股东，对不对？那么招募股东完毕以后，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合法登记吧？我们要合法登记。好，第三个合法登记完毕以后怎么样？我们要研发产品，对不对？研发产品完以后，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市场宣传，对不对？假设再假设哈。好，市场宣传以后，我们要招募这个代理商，对不对？招募代理商以后，我们要干嘛？我们要给代理商进行什么培训？就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一个流程要出来的话，其实采用这种流程图的思考方式会非常非常的方便，有没有发现？那当然你可以快速制定这个流程，那当然你也可以用在其他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在年历的阐述，或者是公司的发展的一些阐述1911年这个中国共产党成立什么什么什么，这种流程也可以采用这种流程图来做阐述你会发现它特别快速。好，那第二个这个部分呢，下一个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重叠图主要是用来挖掘一些比较深层的重点或者是来分析一些排除重点的部分。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我们假设来看一下 SMART 里面的这一个，我来找一下我们把这个泡泡图找出来。好，这边有一个关系泡泡图在这里把它找出来了好，各位可以发现这个就是重叠图你看到有好多好多的圈圈你可以通过圈圈的大小来评断它的关系跟它的重要性。假设这个是国家，对吧？我们中华民国国家，对不对 ？OK，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党派？比如说国民党或者是县市。假设那这边可能是村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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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通过它来分析一些重点。那当然，在我们觉得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的时候，我可以把它拿掉，对不对？我可以把它挪到边上去，先不管它，我先把它全部排除掉，因为我们还要加很多很多东西进去，对吧？这就是所谓的泡泡图，老师把它叫做泡泡图了，因为比较习惯这样来用它那泡泡图还有其他的用法我们来换另外一个模型。泡泡图有其他用法，也可以这样子来用。OK， 我们按照一个国家县市来看好，假设国家，那么省市，对不对？可以吧？好，那么省市底下什么？县市。OK， 你会发现它放到里面去了那我觉得它在它下面嘛，对不对？那跟省市同一级的还有什么？可能就是省长、市长嘛。老师随便打你不要介意那当然你可以有很多，你会发现它圈圈越来越多了。这种关联图，这种慢慢可以做成一层又一层的这个重叠。老师又把它称之为泡泡图。好，那另外一个软件里面的显示也有其他方法的显示。好，那当然这个显示的方式也可以是另外一种显示方式。我们今天来做另外一种重叠泡泡的显示方式可能老师今天的比喻并不是特别的好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重叠图的一些应用比如说我们来凸显一些我们的服务结构的一些重点比如说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假设了老师今天假设价格便宜，这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好，使用方便，可以吧？或者是持久耐用，好了，对不对？
或者是折扣高什么什么啊？假设哈，老师只是假设而已。OK， 你会发现它一直在重叠，一直在重叠。啊，那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快速的去把这个重叠性的这个几率把它找出来。好，这就是重叠图的一个应用。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字塔的这个部分哈。其实金字塔最主要的也是一个层级的重要性关联，跟刚才的那个组织结构图，跟那个树状图还不太一样哈。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来制定一些层级的方针。老师一样把它拿下来用它好了，就不要再打开 Smart 了，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Smart 怎么用了吧？好 ，OK，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了解一下怎么来使用这个？比如说，我们要作为一个三角形分割的时候来预测未来的一些动向哈。假设，首先我们要具备什么战术，要吧 ？OK， 那么还有什么战略，要吧？好，那么战略以后要有什么任务？要分配任务嘛？然后还有什么月结，对吧？假设啦，老师也是假设啦。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很快速的去掌握一些它的一个层级的重要性，对吧？越底下当然是越基础的东西。那我记得 Maslow 里面有一个需求理论哈，老师再来记一下，能不能记下来？来试试看哈。需求理论的第一层是自我实现。老师看看老师的功课有没有忘记啊 ？OK， 第二层从下面来吧。生理需求，要吃饭嘛，对不对？再来是归属归属感，OK。第三层是心理需求，然后再来就是尊重自我尊重或者是他人尊重需求哈。好，终于被老师记起来了哈。那么我们以这个 Maslow 的这个图来看你会发现用这种图形来画是不是特别容易理解？就我的底层的最基础的需求是什么？生理嘛。有了生理以后，才开始去讲究所谓的归属感，我属于谁？属于哪一个家？属于哪个国？我是谁啊？然后最后心理尊重、自我实现，这就是 Maslow 当时在画这个图的时候，用这个三角形就特别的贴切。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一眼的看到这张图的最底层？我们原来是用心理需求作为一个最基础的东西，也是我们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然后再往上升，往上升，往上升，往上升。看到了吗，各位？好，这就是金字塔图的一个层级重要性还有需求重要性的关联，会用在这方面。那这是我们讲的第6个图形的基本图第7个了哈，对不起，讲完了。好，那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哈。其实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图形，好，那后面的课程会教大家怎么来使用这些图形。OK， 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哈，有这个泡泡图，对不对？重叠图，还有金字塔图，对不对？还有这个深挖图，还有象限图，对不对？还有树状图、流程图，还有这个关联图。那今天课程先讲到这里，下一堂课我要跟大家来介绍其他的工具的应用情况跟如何使用。这个是 PowerPoint 的应用哈，其实你要学会左上面这边有一个插入部分，这边有一个Smarter， 这边你就可以很快速找到我们今天讲课的所有图形。好，那当然你也可以笨重一点，一个一个去画也可以都可以。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你的小铃铛。我们下堂课再见，拜拜。